保存香葱别直接放冰箱了，教你4个妙招，放1年半载也新鲜，随吃随去，别提多方便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首先挑选干净的塑料瓶，用锋利的剪刀沿着瓶身上半部分1/3处小心剪裁，确保切口平整，这样制作出来的容器不仅美观，还方便使用。将塑料瓶放在厨房通风良好的角落。接下来处理新鲜小葱，将葱根处的枯黄老叶仔细摘除，这些发黄枯萎的部分不仅影响美观，还可能滋生细菌，变质腐败，不利于小葱保鲜。处理好的小葱根部朝下，整齐地放入剪裁好的塑料瓶中。此时缓缓向瓶内加入适量清水，水位没过小葱的根蒂即可。切记不能加入过多的清水，否则小葱根茎部分长期浸泡在水中，会因缺氧而腐烂，导致整株小葱无法存活。就这样，一个简单又实用的水培小葱装置就完成了。每天做菜需要时，只需轻轻摘下所需的葱段，无需整根拔出。它的神奇就在于，只要保证水分充足，光照适宜，被掐断的小葱呢就会从切口处源源不断地生长出新的葱叶，从嫩绿的新芽到清脆的葱段，每天呢都能够见证小葱的茁壮成长，让你随时都能享受到新鲜的小葱带来的独特香气。方法2，铺上一张平整的保鲜膜，注意留住足够的长度与宽度。此时无需清洗小葱，因为潮湿的环境易加速腐烂。直接将小葱根部对齐，整齐地平铺在保鲜膜上。包裹时采取少量多次的原则，根据日常用量将小葱分成3到5份，每份的量控制在1到2天内用完。这样既能保证每次取用的小葱新鲜度，也能避免频繁开盒导致其余小葱受影响。最后将包裹好的小葱呢，整齐码放在冰箱冷藏室内抽屉或者是角落。保鲜膜包裹一来防止串味，二来能够有效锁住小葱自身的水分，避免其在低温环境中因水分快速流失而干变发黄。这种方法通过隔绝空气与水汽，在冰箱冷藏室营造出相对稳定的干燥环境，让小葱的新鲜度得以长久维持。取用前只需将所需分量拿出，撕掉保鲜膜，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即可入菜。即便保存1月以上，葱叶依旧翠绿鲜嫩，葱白饱满紧实。方法3，用剪刀把葱根剪下来，不过不要扔掉。别小瞧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葱根，它们可是养生好物。将葱根洗净后用来泡水喝，不仅能增添独特的清香，日常饮用对健康大有裨益。处理完小葱根部，把整把小葱放入干净的大盆中，撒入1到2勺小苏打。我们将其搅拌一下，使小苏打溶解后，把小葱浸泡8分钟。小苏打是天然的清洁剂，不仅能有效去除小葱表面残留的农药、灰尘，还能中和土壤中可能附着的酸性物质。葱把根茎部分容易藏污纳垢，葱叶则可能吸附农药，所以浸泡过程中要进行翻面，让小苏打水溶液充分接触每一处。浸泡不到的地方就借助工具将其压在水中，浸泡5到8分钟。浸泡结束后，用手轻轻揉搓小葱的根茎和叶片，特别是褶皱处要仔细搓细，确保彻底去除杂质。接着将小葱转移至水龙头下，用流动的清水冲洗2到3遍，彻底冲净小苏打残留。把洗好的小葱平铺在烧鸡中，注意尽量不要堆叠，
让每一根小葱都能够充分接触空气。将烧鸡放置在通风良好、有散射光照的地方，避免阳光直射，让水分自然蒸发。现在我们取一部分分享方法3，将其放在菜板上，用刀精准切下葱白部分，单独放置。葱叶部分若过长，可从中间对半切开。处理好的葱叶呢，整齐码入微波炉专用盘中，注意尽量不要堆叠。然后呢，将盘子放入到微波炉中，根据自家功能开始加热。此时葱叶水分开始快速蒸发，务必守在微波炉旁。这个过程是快速且短暂的，因小葱含水量差异，避免烤焦变苦。一直烘烤至当葱叶变成深绿色，用手轻搓几段且发出沙沙脆响时即可。先将其放在一边。接下来我们再烘烤葱白部分。葱白因肉质更厚实，含水量比葱叶高 30% 左右，需单独处理。直至葱段边缘微焦，用手轻捏能碎成渣状就可以了。我们把葱白与葱叶混合，然后呢，戴上一次性手套，将两者轻捏碾碎。捏碎期间，那股香气简直让人挪不开眼。葱油的焦香与新鲜葱绿的清冽，被高温浓缩成了一股脑的鲜香炸弹，直往鼻腔里钻，像极了小时候吃过的葱香干脆面，那种咸香带劲、越嚼越上头的味道，勾得人忍不住深吸了好几口气。现在准备一个调料品，我们把捏碎的小葱呢全部装进去，可以放入一包食品干燥剂。这样制成的葱香碎能常温保存2到3个月，无论是炒菜出锅前撒一把提香，还是煮汤、拌面、蒸蛋时加入，瞬间释放浓缩的葱香精华，比新鲜小葱更具冲击力，干爽利落。做凉拌菜时撒上一把，直接复刻路边摊的灵魂美味。方法4，把彻底晾干的小葱呢放在菜板上，根据平时做菜的习惯呢，切成合适的小段。比如喜欢用葱花调味呢，就切得碎一点；常用葱段爆香，就切成2到3厘米长。接着准备几个干净无油的密封罐，将切好的葱段装进容器里，记得稍微留一点空隙，别压得太紧。如果家里冰箱空间紧张，用密封袋也很方便。然后把盖子盖紧，或者将密封袋的封口捏严，确保没有空气进入。最后把它们放进冰箱冷冻层。这样保存1年都不会变质。需要用的时候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，不用解冻就能下锅。不管是炒菜、煮汤还是做凉拌菜，随手撒上一把，葱香依旧浓郁，既方便又能保持新鲜，再也不用担心小葱放几天就烂掉啦。以上内容大家都记住了吗？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啦。要是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，帮助更多的朋友。感谢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